鼓励和赞美的力量。你怎么连这么简单的数学都不会？隔壁小张都考95分了耶！说完这句话的那一刻，你可能自认是刺激孩子，让他更用功。但你看见他低头沉默回房摔门的那一秒，也许心中出现一个疑问：为什么我越讲他越没动力？我明明是为他好啊！其实你不是唯一有这个困惑的父母，无数家庭中都在上演类似的剧情，父母一片好意，结果却让孩子越来越没自信，越来越抗拒学习。这中间的落差，问题出在哪里？答案可能出乎你意料，出在我们给予鼓励与赞美的方式。你也许会想，我也有鼓励啊，我有说他考得好就可以买新球鞋，我有赞美他画画很棒啊。但你知道吗？错误的赞美反而可能伤害一个孩子的信心。先来看一个真实的心理学实验。美国心理学家卡罗尔·德威克曾对400名小学生进行实验，两组学生完成一样的数学题，一组在完成后被赞美，你真聪明，另外一组则被赞美，你很努力。接着，研究人员给他们选择要挑战更难的题目，还是继续选择简单的题目。结果惊人，被赞美聪明的孩子多半选了简单题目，被赞美努力的孩子反而更愿意接受挑战。这是为什么？因为你真聪明让孩子害怕失败，万一做错了，就代表他其实不聪明，而你很努力则让他们知道，即使做错也没关系，只要努力就能进步。鼓励不是单单说出正面的话，而是让孩子相信他们能控制自己的成长。在一次家庭咨询中，有位妈妈很委屈地说，我每天都说他很棒，怎么他还是没自信？他只记得我骂他，忘了我鼓励他的时候。我请他模拟一下平常鼓励孩子的语气。他说，你这次有比上次好一点啊，继续加油，希望下次不要再粗心了。语气不对，赞美也会变味成压力。青少年特别敏感，他们的耳朵会自动放大话语里的负面讯息，而忽略正面用意。同一句话，用不同语气与时机，效果差之千里。比方说，你这次成绩有进步，我知道你真的有努力，肯定努力的价值。你为这份报告查了好多资料，连我都学到东西了。具体称赞行为，而非模糊说你好棒。简单一句改变，不只是语言的修饰，而是孩子心中自我形象的重塑。学习热情来自哪里？不是成绩，而是被看见的价值。你可能也看过这样的例子，一个成绩普通的孩子，突然因为参加某个比赛，表现突出，整个人变得积极又有自信。为什么？因为他终于发现自己也能做得好，而这个好不只是来自考试。曾有个中学生叫俊泽，总觉得自己在家里不被重视，哥哥是学霸，姐姐是钢琴小天才，而他什么都普通。有天，他无聊画了一张搞笑漫画，
上传 IG， 结果一堆同学转发，还留言你超有梗耶。从那天起，他开始画更多插画，也变得更开朗。老师发现他的潜力，请他帮学校海报设计。俊哲不但变得有自信，学习也开始上心。重点是，俊哲的改变不是因为考试进步，而是因为他在某件事上被看见了。青少年的热情来自我能，我有用，我有价值，而这样的感受往往是来自大人一句恰当的鼓励，或一次不经意的肯定。赞美要跟着真实和成长走。很多父母赞美时有个盲点，只在表现好时才说好话，这样会让孩子觉得我的价值只看结果，而不是我的价值来自过程与成长。你可以这样做，赞美过程，而非只看成果。不是你考了90分真棒，而是我看到你这次很努力复习，这就是你进步的原因。赞美具体行动，而不是泛泛而谈。不是你人很好，而是你主动帮同学解题，这样真的很贴心又有耐心。赞美让孩子看见自己能进步的地方。你这次的报告比上次更有逻辑，代表你有在进步，真不简单。青少年的自信不是一天建起来的，它像是一块一块叠上的积木，每一块都来自大人们给他的鼓励方式。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再多的技巧、话语、策略都比不上真诚的爱与关心。孩子会知道你是真的关心，还是只是想控制他的人生。孩子会分辨你是在比较他，还是肯定他。你说的每一句鼓励，不是表演，不是操作，而是你愿不愿意真正放下比较心与期待值，与他并肩同行的心态。不是只有考得好才值得被赞美，不是只有进步明显才值得被鼓励，而是在每个他愿意尝试、努力、跌倒再爬起的时刻，你都让他知道，我看见你了，我为你感到骄傲。这样的力量远远超越100分的成绩单。结语：当你学会鼓励，孩子就学会相信自己。青少年阶段是寻找自我价值的关键期，他们需要的不是被比较的压力，也不是被强迫的鞭策，而是来自你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点头的肯定。你可以的，我相信你，而你也将在这段旅程中看见那个曾经迷茫的孩子逐渐绽放出自信的光芒，点燃学习的热情。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练习用鼓励为孩子打开世界的一扇窗。